已经过了之前定好的上传时间了，快传吧。我再测试一遍。哎呦，姑奶奶，时间到了，你等着客户骂娘啊！马上。你这马什么时候能上啊？哎，马上我就传。哎呀，多紧张！谢谢啊。没事，这只是内测而已，不可能尽善尽美。我觉得现在内容够了，等上线以后再慢慢补充吧。你得记住，这家公司没有产品上线，无敌武将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子弹。要是弄不好，搞砸了，今明2年都得赔进去。我是不是太优柔寡断了？朱组长，你现在不需要别人的肯定，也不需要我的。你应该相信自己。我感觉哈，大师兄说的对呀，那人呢就得相信自己，你连自己都不相信，还怎么相信别人？以后怎么组建家庭？滚蛋！好嘞。想让我帮忙呢，就直说。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你盯着那几张海报看一晚上了，磨叽半天。行了，我帮你画。那你有时间吗？这个对我来说不难，更何况你对我开口不难。但是吧，就是咱们这公司刚开始，这个资金问题呢，有点紧张。没有报酬啊？有报酬肯定有，就是你看多少合适啊？先记账。大恩不言谢。哎，别，谢肯定要谢，等攒够了，我要重谢。行，什么时候要？看你方便，要不明天？你这叫看我方便吗？那明天晚上也行，越快越好。哎，干嘛去？我收拾一下，回工作室开工啊。那我和你一起打个下手。监工吧。修叔哥，你帮我开一下门吧。哦，好，来了。谁啊？没人。就是这人了。啊，这是你啊？
弄错了，弄错了，弄错了。这张。太厉害了！哎呦，这幅画营造的是一种就是视觉效果，不是普通第一人称的那种视角。组长，这个老师是谁啊？你能带我去见见他吗？我一定好好的跟他请教请教。等会儿，你先跟我说这画你花了多少钱？这画不要钱。那你赶紧把他招进来呀！等什么呢？对，你把他招进来，我美术总监的位置就让给他了。你们倒是挺敢想的，这画是田秀竹先生帮忙画的。田老师，不是，田老师拍卖的画要比咱这个项目投入的还多呢，你怎么弄过来的？不是组长，我觉得我们公司就托了您的福呀。李寻呢？太棒了！李寻人呢？你来看一看这个田老师这个画，你提点意见啊！真的太棒了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画。他怎么了？生气了？不知道啊。装，还会吃醋啊？这海报的规格够了吧？宣传水花也有了，推广费用现在肯定不够。谁跟你说钱不够用啊？我的公司怎么可能钱不够用呢？张峰，给我进来！哎，陈子。宣传费用怎么不够用啊？我这么大的公司怎么可能没钱呢？董总，我已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了。您看啊，现在咱们账户上我能动的钱还有76501块8毛2，我准备全都放在推广上，绝对够用，绰绰有余。绝对够用，绰绰有余，听到了吗？喂，哦，你好，董事专车为您服务。哎，董总，那这宣传费怎么办？喂，您稍等，我马上就到。好，董总。我给你找推广费，你拉着我干嘛呀？那董总也是要面子的人，你在外边不能给他留点脸。我是公司的财务，公司的情况我比你们多少都了解一点。这公司打创建以来就一直在亏损，现在是真没有你要的那个数。那把我的工资拿去。别闹，我说真的。我也说真的。首先，你那点工资杯水车薪；第二，你就真算有这一腔子热血，董总也不会同意的。他还不同意。他说，一家公司如果要是靠缩减员工工资才能维持的话，那这公司没什么存在必要。这话是董思阳说的，大概意思吧。当然我也润色了一些。可问题是，现在推广费只有这么一点，那怎么做接下来的宣传？你看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咱把咱们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，等上线的当天，把所有的钱就砸在那个刷数据。刷数据？对，一下给它顶到榜首。除非你走大批量，后续还有其他营销方式跟上，否则没有用。我们又不需要做数据给甲方看。你看我殚精竭虑率想个办法，他一下给我否了，这什么员工这是？你倒提出解决方案呢你？喂，修竹哥。哦，那我马上出来。这才是兄弟，有事真上。修竹哥，哎，你的充电器都蒙晕了，刚还在找呢。那是监工辛苦，叫的时候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画的我那张画？就昨天晚上随手画的。画了也不告诉我，我还以为你只画了一张海报，刚刚弄了个乌龙。没什么误会吧？那倒没有。昨天看你睡觉的样子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认识了那么久，我都没有给你画过一幅画。不过呢，记得啊，不管再累也要好好睡觉。哎，谢了啊。
你学他干嘛？哦，你们海报的创意就是他的点子。啊？有人在我的挡风玻璃前放了一张海报，我受了点启发，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交差？我就说修竹哥怎么这么快就给了项目的灵魂，原来是有外援啊！费心了。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哪？还知道他车牌号？昨天门铃是你按的吗？你有吗？哦。推广的事情你有想法吗？不过现在钱确实是太少了。再找那画画的呗，他喜欢你，什么忙都愿意帮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还是真不挑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看来朱小姐挑男人的眼光还真是不怎么样。李寻，你差不多得了。他追你还是你追他呀？我说你差不多得了，你该不会是在吃醋吧？你怎么还那么自恋啊？你画画的跟你表过白了吗？不会又是你自己自作多情吧？你用不着这么阴阳怪气的侮辱别人吧？我就算跟他在一起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欠你的吗？我是喜欢过你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去街上随便问问，谁还记得自己18岁爱过的人啊？哟，你大一的时候就爱上我了，可惜那会儿我对你根本就没感觉。你接着装。我只记得有人就爱坐在我身边，从上课开始盯我，一直盯到下课。我课上随便画的流程图，养宝贝一样捡走。你告诉我那是谁？我还记得，有人为了认识我，在食堂故意偷吃我的饭。程序课总是最后一个走，就是为了看我升级作业。还花几百块钱做头发，来跟我表白，生怕我被人给抢走了。最可笑的就是，有人最爱说这些幼稚的话。你选我吧，我绝不背叛你。该说不说啊，有点过。大老爷们儿翻什么旧账啊？不是你今天这话真过分，那不错人姑娘，你也不想想，就你这条件，不是人家天天保着你，你连工作都找不着，还能在这儿看书，那活不都人家干的吗？就这些都不说，就人家买那一块显卡，够我们1月工资了。还真是，要谁送我一块泰坦，我直接挂倒在他身上。你们都别再废话了，闭嘴干活！哎呀，要是把他气走了，可就完蛋了。
我知道他信任我，太信任我了。我随随便便一句话、一个动作，就能给他成倍的伤害。所以你是故意的？我太知道怎么刺痛他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他在一点点回去，我不能给他更多希望了。你是不想给他希望，还是不想给你自己希望？把过去贬得一文不值，这样你就舒服了？还是失控成这样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还喜欢他吗？不。那就做普通的同事呗。哎，你说这人奇了怪，你既然不喜欢人家，还管他跟那个画家怎么着的？有你那么作妖的吗？哎，这方面我对你真的是无话可说。你说他拼死拼活的帮你忙，还要被你骂，他到底怎么做你才满意呢？人家说的对。我就是个不在乎任何人的混蛋。怎么了？这么晚？哎，朱叶，小主哥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喂，朱叶，喂，朱叶，喂。喂，李学院，朱一出事了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
316在哪？右转第2间。这边。这就是你给他开的药。你应该问，他吃这些药多久了？昨天晚上朱韵喝多了酒，多吃了几片药，导致血压过低晕厥。还好没有到洗胃的地步。这些药有严重的副作用，可是他一吃就是3年。你大概不知道他在国外怎么过的。朱韵在国外的时候，一直像一个陀螺一样转啊转。他不是不想停下来，他是不敢停下来。有一次，他来我这边办事，我非要拉着他出去转一转。他站在海边，我去给他买卷饼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呆呆地站在海边。那一刻，你知道我在他眼睛里看到了什么吗？解脱。我不会让你再一次伤害他了。田秋竹，谢谢你照顾他。谢我？你以什么立场来谢我？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只不过是从说中文变成说英文，菜难吃了一点。但我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，学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挺开心的。朱韵在国外的时候，一直像一个陀螺一样转啊转。他不是不想停下来，他是不敢停下来。行啊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像给你喝点水。是李寻吗？是他，英文把他叫进来。不要啊！
这是什么？安琪。我问的是这两个字母的意思是什么 Lucky and power， 吉利。什么鬼？难道不是 Light and Princess 吗？打火机与公主熊啊！走吧。回去后有什么想吃的，告诉我。清淡点吧。那我给你先做一个清蒸鲈鱼，可以啊。再做一些清炒白菜。清炒白菜。喂，林老师，是我。等多久了？半天吧。也就10分钟吧。咱俩是不是不互怼就不能好好说话了？走吧。亏你想到找赵老师。毕业以后，我就没有联系过林老师，都不知道师母成了微博著名的历史段子手。赵老师本来就是历史系教授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跟林老师是一家人。他在微博上很火，经常开直播讲课，他的粉丝都是些对历史感兴趣的年轻人，其实就是无敌武将的目标用户。咱们找到他，就算事半功倍了。只是不知道当年我们把事情闹得那么大，有没有影响到林老师？怕什么？至少他还愿意见我们。他不是最喜欢你吗？当年你给他当课代表，干得这么卖力。谁还不知道他最喜欢的是你啊？林老师，哎，真是你们俩呀！赶紧进屋吧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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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快，不用换鞋，随便坐吧。你们都长大了。老师，你还一点都没变。老了。
别看了，吃饭吧。啊，快，谢谢师傅。谢谢师傅，快坐。你们林老师啊，从那天接完电话就找不着北了。你们再不来，我要把他送医院去了。坐。好喝吗粥？好喝。比起我在监狱里吃的粥，味道好多了。嗨，你倒是比以前瘦了。是。其实里面吃的挺好的，早晚都有粥，中午2菜1汤，荤素都有。嚯！一开始觉得吃的不错，但时间长了就吃不惯了，就像吃咱们学校食堂一样。啊？其实我发现学校和监狱没什么不一样啊。你把我们南湖大学比作监狱了，那我们这做老师的是什么？是狱警啊？您是我狱友。狱友。快吃啊！你怎么不喝粥啊？有事儿啊？哦，对，确实有件事儿。说。我们最近开发了一款游戏，是历史类的，想请师母指点指点。没问题。哟，领导，行吗？不行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你们聊，我俩继续说吧。哎，林老师啊，您那私房钱藏哪儿了？臭小子！不过，你们公司规模还是小了一些。小公司才有意思。你还和过去一样喜欢标新立异。不过工作可是大事儿。这样吧，我这儿有一些大的公司，还有一些科研单位、研究所。不用麻烦了，老师。我在这家公司挺好的。那我想问你，公司的其他同事对你怎么样？他们是一帮真性情的人，我挺喜欢他们的。那就好，李雪，你不容易。慢慢来吧。嘴硬。不过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：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你一定要走正道，不要任性。千万不要再糟蹋自己了。好，放心吧。朱韵，这个游戏的背景是战国时代，对，具体一点呢？开篇设定在公元前239年。哦，秦王正是亲政，是。为什么选这时候开篇呢？我们设定的第一场重要战役是秦王对付嫪毐叛军。这场战役以后，秦王就彻底拔除了吕不韦这根眼中钉，开始了扶民6国的征程。我们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开始。师母不愧是大家，她提出的意见一针见血。要是以后可以经常见面就好了。赵老师会做这个项目的顾问，以后有问题尽管问他。
你什么时候把这种深度合作都谈好了？他这2天会赶出推广游戏的软文，到时候根据游戏更新速度发出去就行。这个项目就打着史上最严谨的历史游戏去宣传就行。但是他做我们的游戏顾问，会不会有损他学者的形象？不知道。你就一点都不担心？既然你这么担心影响他的声誉，你还来这儿干嘛？放心吧，他答应了，就是想帮我们的。上车吧。不了，我自己走。那你小心啊。注意。对不起。我没那么严重，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，喜欢跟自己较劲。吃药可以缓解焦虑，你不用那么在意。以前的事情，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。上次你说你在国外过得很开心，我竟然就信了。我也没仔细想过，你这些年是怎么过的。你还会有负罪感啊？你比我勇敢多了。躺在医院的时候，我想了很多，想我为什么要留下来。以前我很怕去想这些，我也很抗拒提醒自己，你曾经对我多么重要。跟我来这么一家小破公司，你不后悔啊？不啊，你别嘚瑟，我可不是因为你。其实我很喜欢飞扬的，你看小健，虽然他的图画得很生涩，但是为了画概念海报，他头发都要好光了。还有赵腾，刚开始给他看我的游戏策划案的时候，他眼睛都要瞪出来了。后来我们一起拿开篇战役，他眼睛瞬间就亮了。飞扬是小，但是每个人都有一股力量。就算一个再笨的东西，每天都变聪明一点，也会让我们惊喜的。李轩，高建宏有一句话说得对，一个人是爬不了山的。你不能低头，我不允许。但你也需要我们。我注意了一下，我给你的书你只看了1/6左右，比起以前，你可慢了不少。终于给你机会踩在我头上了。那是，等这一天我可是等了好多年。普通同事。普通同事。走了。真羡慕这人，真是从不回头。他拥有我曾经缺少的一切：信心、勇气、力量、自由，永远有坚定的方向，
永远不会怀疑自己。也许他对我而言是个特殊的存在。或许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曾有过这样一个人，他绽放所有伤口，依然令你仰望；他幡然悔悟，依然值得你追逐。上！上！玩的还不错。跟你说啊，你看这真后真强。这不创造历史了吗？这不就创造历史？现在才11点就第3了，一定可以冲击下载榜第1。一定能，一定能！哎，注册用户上升了，4万多次，马上5万了，马上5万了！而且你看口碑还非常好，现在8.9，这不是眼看就要破9了吗？哎，你看这条评论，玩家说这是我玩过历史最严谨的游戏，充钱了啊？有人充钱啊？咱公司成立充钱了！太不容易了，充了多少？10块。10块够干啥的？麻辣烫都吃不饱，那也算是第一笔收入，是吧？不管了，这苍再小也是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是肉。哎，我来讲两句。行。干得好！最大的功臣啊，是咱们女强人。说两句啊，对，说两句。我不会说话，不会说话。讲两句。那就感谢赵腾、小健通宵改代码、画海报，以后你们的生发、洗发水我都包了。行，好。妈，你这孩子谁给你招进公司？还要感谢张放每天给我们买包子，是我们坚实的后盾。有功臣还有呢？李璇，辛苦了。应该的。就这？不是你俩天天加班的时候腻腻歪歪的，到现在怎么着？这时候怂了。来呀，该怎么办呢？就是的，你们俩不是老是投票2比1吗？来呀，来什么呀？啊，年轻人这个，来吧，我来个实惠的吧。啊，等你这个，哎，这毕竟公司有了第一笔收入，对不对？咱们必须把它消费了。啊，喝场大酒。喝。你来安排。一定要安排好啊！去吧。我安排呗。哎，还在涨。对，把我那无限生命、无限命给我调整。哎，下午茶冰点到了。哟，凤儿，这是大方啊！您这梦激动的一刻呀！啊！咦，这个是公款买的，那根是我垫钱买的，这都是办公室里的学问啊！谢谢。
我说你俩刚才谦让什么呢？怎么让它都是盐水冰棍，再谦让一会儿就是盐水。虽然说咱们是吧不绝方式恋情，但你俩现在这个状态，姜跟冰棍似的，那怎么开展工作啊？还不如放开了，大不了我们管理层以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更僵了呢。我忘了个事儿。啊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拍张合影，纪念一下今天这个历史时刻啊？你拿我这个照啊，来，就这么照。来，赶快！1、2、3，耶！最近工作忙，老婆特别烦。你看，又打电话来了。哎，嘘。喂，老婆。哎，我很快就结束了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了，你早点睡，我立马就到家了啊。几个电话？查岗。你看，你老婆怎么跟我老婆一样，天天查岗？你这搞得大家都很嫉妒。你老婆在这里吗？醒了。你怎么起这么早呀？酒醒了？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了，没打扰到你休息。你哪天不晚呀？我都习惯了。我给你煮了粥。谢谢。别光喝牛奶啊，过来吃个鸡蛋。我们公司新游戏要上了，《七国争霸》。哦？怎么没听你说起过呀？你来当游戏代言人吧。我最近状态不太好，想休息一段时间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有点累了。其实我在想，除了当游戏代言人以外，我还能不能做些别的？哦，你刚刚说的那个七国争霸，说的是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想问我，是不是和李寻的无敌武将一样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是的，一模一样。我知道你想跟李寻打擂台，
但是你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，又有什么意义啊？我就是要打得他翻不了身，我要让他知道现在的游戏市场是 LP 的。随便你，这个代言人我不当。你最近状态不太好，吃个鸡蛋，补充点蛋白质。我早上没有胃口，谢谢你吃吧，我去洗个澡。坐下。坐下。吃个鸡蛋吧，不会胖的。我喂你。慢慢吃。乖，为你好。来，好了没？来，1、2、3，甩。来，咱们再换个表情啊。甩。大姐，给你披件衣服啊。好了，你看一下怎么样？差不多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卡布奇诺，不加糖。辛苦了，很漂亮。老高，我想出国读个研究生。这么突然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想出国读书。再说了，我好多朋友都在国外呢，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出去，算是弥补一个遗憾吧。支持，特别支持。等过几年我退休了，我就跟你一起过去，我们再要个孩子。过几年有点久吧，要不等七国争霸结束。现在还不行，公司现在还需要你。哎呦，张总监，咱今天是包场了吗？这便是我平日里常提的好钢用在这儿上，没有我平时的诸子比较，哪来今天的体面？为了今天能多收点线下用户的人头，我梭哈了。行啊，张峰同志，学会花钱了啊！收割行动，什么玩意儿？我。小
方，这名儿都错了呀！对，你把名都打错了，你这是能干点啥？不，LP， 咱们在那儿。金牌团队还历时2年，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他们七国争霸，人物引擎、玩法、皮肤，哎，这全跟咱们武将一样。要不说还以为是咱们的番外呢，真不要脸。你说他们弄的是这么明目张胆，我们告他什么？告啥告？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，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。就他们 LP 那出了名的律师团队，我估计就是专门干这种事儿使的，以前没一家赢过。不要脸，真是！手办拿来了吗？手办，哦，在这个箱子里呢。真够糙的。哎呀，就这点量，人家给做就不错了。摆上吧。朱组长呢？他在来的路上呢。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不用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们都想告他们，你觉得他呢？哎，先生，先生，我找你，我跟你们行，可不要我们报告呢？不好意思，在那儿呢。先生，先生，哎呦！至于把我们赶走吗？我们又不是没交展位费。行了，小将，收东西吧。不是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少说2句吧。方哥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是最棒的。哟，挺小巧的呀。大的容易碎，小的才结实呢。是挺结实的，但不知道放在火上烤还能够坚持多久。可以试试看。你们的无敌武将，我以为是什么旷世大作呢。上手看看，就是给武将设置一个武力值，高的就打得快点，低的就打得慢点。谁会玩这么脑残的游戏？废什么话呀！我们将近有50个角色，兵器200多种，选择玩法和策略是最重要的。你们七国争霸，我刚才上手试了一下，说什么是武将自动养成，我看不过就是设置了更多的皮肤和道具，想尽办法让玩家氪金罢了，够不要脸的。就是不要脸。李学，你浪费自己的时间和这一群脑残在一起工作，
有意义吗？脑残你还抄啊？脑残也比你们一刀流强，就会嫖同行的创意，就会坑用户的钱，不要个脸！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么好的游戏一定会继续做宣传的，一定会继续做推广的，我们每个月都要持续更新。对，那就祝你们好运了。希望下次更新的时候，有人还会记得无敌武将。你看他那个熊样，